不复，去死吧！鬼手风烈，万人测地。你是谁？第10名，不过如此。如今，我是天下第10了。我想以身相许，你看都不看我，我奉你为尊，你也不要，那便不要吧。往后，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，好不好？把她带到我房间，吊起来，好好伺候着。为何不出招？10年前我会，你出招利落，看来你伤好的差不多了。那是多谢你救了我，恩情我记下了。恩情倒是不用，你改日请我喝酒就是了。既然你的剑已经断了，你为何还留下？剑不惧旧，人不求新，是把好剑，但我不配。为何？宝剑赠英雄，可我不是英雄。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英雄？剑在人在，非死不弃。你的少师呢？不取回来。有些人弃剑如遗，有些人终身不复。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。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，是我错了。你果然是变了，李相夷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今非昔比啊，展云飞，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，人总会有些改变的嘛。再说了，这10年过来，你也和从前的展云飞不一样了。把你这个头发梳起来，我看着一点也不舒服。剑我收下了，酒我改日请你喝。这图案最外一圈，看似有点像围墙，那里面的这些又是什么？哎，这几天快把我爹的书房都搬空了，喏，就剩这几本《大西国地方志》了，看看能不能用上。你看这本，和这本记载南印文化的集子对比，这处符号应该是表示神灵的意思。
难道这图案是在说这业火藤母藤在一处和神灵有关的地方？移形得极乐，身先上玉京。这诗倒是挺能跟神灵扯上关系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，跟神灵有关的地方，很有可能是一处建筑、庙宇、仙府？外面这圈确实很像围墙。这雕金人皮，难道画的是一处城郭？喏，我这刚好有成舆图，多少找。原来，找了这么久的业火母藤，居然在皇宫里。哼，正好帮我省去了一些麻烦。爹，你确定没看错吗？这雕金人皮上的图案和这皇城舆图完全不相同啊！大西建朝之初，沿用的是前朝宫殿，所以100年间曾多次增补建造。如今的皇宫确实与100年前的已大不相同。那这张人皮的意思，也就是母藤就在皇宫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单古道的目标，也必然就在皇宫。我身上流着南叶皇族还有当朝皇族的血，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他寻业火藤，难道是要对陛下下手？方大人，不知你能否启奏陛下，让皇承嗣在大内大力戒严？这，李先生，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手，陛下是不会相信这些的，甚至还会龙颜震怒，反而认为这是造谣。因为多年前就出过类似的事，弄得满城风雨，结果一查，全都是子虚乌有。可是事关重大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我与皇承嗣尚有些交情，我现在只能私下修书于皇承嗣，让他们暗中留心防范。方大人，你可有办法送我入宫？我必须在单古道之前找到业火母藤，阻止他。少爷，前几日吩咐密探去查的事儿，可打听到了？密探已经回来了。那忘川花确实能使人重塑筋骨，驱除万毒。这么说来，李莲花有救了。据密探说，同一株忘川花上有阴阳2种草叶，食阴草便可修复经脉，使人瞬间真气充盈，但很快便会爆体而亡。只有阴阳草同时才能救人。阴阳草同时？还有，金元盟也一直在找忘川花的下落，因为忘川花的阳草至阳至刚，与狄飞升所炼的悲风白杨正好相匹。狄飞升想要用阳草来突破悲风白杨的最高层。狄飞升，那忘川花的下落可打听到了？李先生，小宝嘱咐我们，一定要将你留在天机山庄，等他替你寻药回来。他还要我们转达给你说，这天下没有什么是没你不行的，所以你必须好好活着。那你们可知，他去了何处？那小子只是说去帮你寻药了，具体去哪儿，我们也不知。李先生，如今方小宝做事心里头有数，你就安心待在这里，等他回来吧。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事态紧急，我需立刻进京。方小宝那边怕是要怪你们，之后我会跟他解释。李先生，我心里清楚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心中自有自己的坚持和选择。今日就算我天机山庄强行把你留下来，你心中之事未了，担子未放，来日也必会郁郁自责，懊恼悔恨。我和小慧最不愿见英雄垂首，所以我不拦你。多谢。
方大人，不知此前我拜托你的事如何了？罢了，我这就去信给京中部下，等你到了京城，自然会有人安排。有劳大人了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未得诏令，暂时无法入京。李先生，万事小心。李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天机山庄上下断不会将你的身份泄露出去。告辞。李兄，我来送你。不必了，后会有期。都精神点，密库中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是。别打了！能够闯到这里面来，说明你有些本事，不愧是我儿啊！但是万圣道进来容易，想要出去，便是难上加难呢。别站着了，坐下来，与我共饮一杯。你想要忘川花，是为了想救李相夷啊？你们曾经是要好的师兄弟，一起习武，一起出入江湖，你何至于为了自己的野心，处处置他于死地呢？野心？哼！这一切本该就属于我的，而你却称它为野心。当年的李相夷总想着处处压我一筹，而现在的我，连我的亲生儿子也要与他站在一边。你就为了这些虚妄的东西，宁可将司顾门的兄弟逼上绝路，你宁可杀害自己的师父，宁可挑起纷争，扰乱一个太平盛世。这太平盛世与我何干？我要的是属于我单孤刀的太平盛世，而你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身上流的我的血。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开创着雄图霸业。我将来的一切都是你的呀！我不认同你的所作所为，更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。但你始终是我的生父，与我有生身之恩。
这杯酒，我敬你。今日磕了这头，便还了你这恩。从此以后，永不相欠。很好。既然你这样无情，那休怪我没什么人心不人心的了。主人，这千军归元阵是你得自七母山又加以改善的，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闯出来。都是他自己选的，他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一直念着这份情，而他呢，不管站在外人那边，还处处与我作对。若是他走不出这个阵，那便是天意造化，怪不得我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既然有这么精妙的设计，必然有机关控制。我必须尽快找到机关的核心所在，击败幻觉在先。没错，是幻觉。哎，听说这里来的可是位鼎鼎大名的神医啊，什么病都能治。可不是嘛。我有个远房兄弟，在什么铁甲门当厨的，他们家少主死了，就是这位神医给救活的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你就瞧瞧这排队求医的人，肯定做不了。悬丝诊脉，神医啊！真是厉害呀！谁呀？李神医，尚书大人早已命小人在京城铺天盖地地宣传李神医的医术，这几日李神医着实名动京城，相信很快宫里就会有消息了。方大人果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圣旨到。李神医，在里面便是内宫院了，离那位贵人宫殿不远了。等我们到了，与其他几位大夫一同为贵人会诊。敢问王公公，究竟是哪位贵人身体抱恙？啊，李神医随老奴来便是。
诸位，这位乃是近日明洞京城的李神医。幸会，幸会。行啊，请诸位再稍后片刻，等西贝国师到了，就可以一起进去会诊了。敢问王公公，这西贝国师是何人？为何我们要等他过来？西贝国师玄法高深，深受当今太后敬仰。最近好不容易驾临大西，自属我朝座上宾，能与国师一同为宫中贵人会诊，乃是我等荣幸啊！原来如此啊！西贝国师到。竟然是无界木僧。闪过到现在急于找到木藤，看来这木藤果然在皇宫之中。这无界木僧竟然已经骗到了太后的认可，那我必须要先解决他才行。国师，我等在此已恭候国师多时，既是您到了，会诊这便开始。稍等，你这大西的皇宫，是何等张属之辈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吗？国师可能有什么误会，李先生是明洞京城的神医，是太后下旨请来的。他叫李莲花，顶着神医的名头招摇撞骗，不是一两日了。今日让贫僧跟他一道会诊，你是看清贫僧，还是看清我西贝国呀？这远在千里的西贝国师，居然会对一个江湖游医这么在意。哎，王公公，此人的通关文牒验了没有？可否好好的查一下？哎呀，二位都是太后请来的贵客，若是从前有什么过节，可否看在太后她老人家的面上暂且接过，给贵人看病要紧呐。让贫僧跟此等鼠辈一道会诊，绝无可能。此人若留，贫僧便告辞了。慢走啊！哎，国师，国师，勿要令老奴为难呐。既然国师与我只能留一个，倒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到底谁去谁留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？这国师呢也是给贵人来看病的，倒不如我们就赌谁能治好贵人的病呗。要赌便赌，难不成我还怕了你？不过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再加上一条，对他国来使不敬的重罪。王公公，带我去给贵人出诊。是。哎，不过，哎，出去，我谁也不见。国师，国师您别心急，贵人害的是一种怪病，浑身红疹，性情躁郁，拒不见医。只要踏入殿内要治病的，都被打了出来。无妨，待我点他穴道再医便是。哎，万万不可，贵人尊贵，不可冒犯。拒不见医又如何医治？你们难不成是在戏耍本僧吗？哎，王公公，不如让我试试。李先生，草民学的是如医之道，如香山枫叶知秋而红，最讲礼数。贵人不会为难我吧？进来。李莲花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来给你看病的。皇祖母对外称说是贵人得病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之前呢，我是看不出来，也不知道。只不过呢，这殿外上面有一个招字，我自然就猜出来了。公主啊，你为什么装病啊？还不是防多病？原来公主装病拒见习医的目的，就是想让太后答应公主出门去找方小宝吧？
你还是这么聪明，一猜就中。只可惜皇祖母不让，反倒请了一大堆名医，打跑一个又来一个，武职都快演不下去了。不过好在你来了，李莲花，你这就去告诉他们，说我这边要出宫医治，咱们立刻去找方多病。哎，公主你先别着急啊，此次我入宫呢，有一些要事，暂时还不能离开。来探案？聪明。最近呢，这皇宫当中混进来了几个江洋大盗，我必须把他们给抓出来。治好了，都进来吧。公主，王公公，李神医把本宫的病治好了，这胃口也好得很，快吩咐小厨房多做些吃喝来。哎，公主康健就好，老奴这就去准备，还得禀报太后一声，她老人家一定高兴。等等，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听说有人欺负李神医。贫僧愚钝，不知生病的是公主殿下。刚才一时鲁莽，多有得罪。我与这李莲花并非是相欺，乃是打赌，还望公主切莫误会。哦，打赌？赌什么呀？我与他打赌，谁先医好了公主，另一个便要离开皇宫。哦，那国师怎么还不出宫？王公公，送国师出宫。谁要赶走我的恩公啊？皇祖母。恭迎太后。皇祖母，皇祖母，您的腿好了。多亏国师从血域给我带来了灵药。你皇祖母啊，在榻上已经坐了4、5年了，终于啊也能下来迈步走一走了。哎，昭灵啊，你身子好了？好了，是李神医治好的。那又何苦要赶走国师呢？也不是我要赶走的呀，是他自己打赌打输了，愿赌服输，又不是不要脸的赖皮狗，当然得走了。太后，贫僧先告辞了。啊，国师莫急。这位就是李先生吧？拜见皇太后。快快平身。昭灵的顽疾得了越狱，多亏了李先生救治，我代陛下感谢先生。太后不必客气，医者本分，只是尽力而为罢了。先生人心妙手，二位呢，又都是我的恩公，恩情尚未能报，又怎能匆匆作别呢？希望李先生能看在我这老太婆的面子上，就莫要再计较赌约了吧。太后，我本就是与国师打个赌而已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对，我照样也会挽留国师的。谢过李神医，陛下明日会设一处宴席，请李先生和国师一道参加，作为正式的答谢。二位请莫要推辞。贫僧荣幸之至。谢太后。只不过太后，公主的病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，我正要带公主在宫中寻一处通风顺气之地，方才可以理学疏脉，还请太后恩准。对啊，皇祖母，我这头还有点疼呢。啊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听凭李先生的安排吧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吩咐他们就好。谢太后。李莲花，你说那个国师是坏人，可他怎么把皇祖母的腿都治好了？
西贝呢有一种奇物叫做金鞘血蚕，可断肢再续。听说呢是稀世珍宝。我猜这个国师啊，就是用这个血蚕来治好太后的病的。他们到底想到什么呀？还要赔上一个国宝？内府金库，皇祖母总说皇家花钱要从内府金库支，那金库里一定有很多宝贝啊！哇，这些人真是胆大。李莲花，你使眼色让我出来，是不是想到怎么捉他们了？公主果然是聪明啊！你看啊，这个呢，就是紫衣人的暗号。据说，在宫中有一模一样的符号，公主可曾见过呀？没见过，不过皇宫很大，我没留意也有可能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在皇宫找，一定要把这些偷钱的贼都抓住。好，那多谢公主了。好险啊！没把这把刀簇当成幻觉，好一个虚虚实实的阵法。难道这是当年颠刀客手中的鬼牙刀？李莲花，你那个符号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这都找遍宫里了，就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这么看来，眼下也并没有其他的线索。不过公主，你可有在宫中发现什么反常的人？薛元霄这个坏老头啊！怎么了？他是皇城司都知，前几日忽然说什么宫内清查，根底不明的都要出宫。我用了顺手的丫鬟就没留下几个，我看他倒是很反常。是不是薛元霄有问题啊？啊，他只是严厉了一些，倒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这太阳都快落山了。我好累啊！公主，我看这个天色已经不早了，那不如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个给你。你若遇到了麻烦，就带着他到玉华门找侍卫长点秋，他是我母家的亲信，定会帮你的。那我走了。公主慢走。方尚书的提醒生效了，被清理的这批人里定有不少善古道的案子，所以他只能让无界魔僧以国师身份入宫。李先生久违，先生历来只在民间游走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杨大人，方才我与公主的话，你也都已经听到了。此次入宫，我确实另有缘由，不过这个缘由，黄承思早就知道了。原来此前收到的警示，是来自李先生。善古道如今把手伸进了皇宫，我只能亲自来解决。不过杨大人，你是监察司供职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家世乃皇城司都知，前几日调我入皇城司，原因正是李先生的警示。而今有嫌疑之人已被遣去宫外，当时没有危险了。皇城司呢，清理过不少案子，却放进来这么一个大麻烦。西贝呢，对这大西的疆土已经垂涎很久了。所以无界魔僧此次入宫也非常明确，图谋之事定与社稷江山有关，还请杨大人再次提醒尊师。不必了。师父，师父，私下里你我是师徒，现在是宫中当差。是，拜见都知大人。这宫中哪天不是危机四伏？若事事都杯弓蛇影，只怕皇城司早就僭越被裁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堂堂的皇城司竟玩忽职守，明知道危险近在咫尺，却宁愿视而不见，是在下多言了。李先生多虑了，
西魏国师无论什么目的，只要他未做逾矩之举，始终也是国师，是陛下的座上宾，就如同李先生一样，入宫是看病的，做好医官就好，不要多管闲事。这宫中防务固若金汤，一切尽在老夫掌握之中，不由你一个山野小大夫瞎操心。云春，送李先生回房休息。大人，你可记得10年前的皇宫中秋夜吗？果然是美姬呀！何人敢来皇宫放肆？谈话会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告辞。当年夜闯皇城的人是你。西魏国师背后真正的主人是万圣道单孤刀，他是势力庞大的万圣道之主。大人，若你后发制人的话，怕是只会落于下风。原来你就是李相夷。虽然我几十年不出皇宫，却听过你的名头。10年前身死，10年后活过来，就跑进皇宫污蔑万圣道和单孤刀，你是何居心？看来外面对你的传言真实不虚啊！万圣道这些年帮朝廷做事，忠心耿耿。单孤刀曾仗义出手，救过我轩辕家，是侠义之事。反倒是你，出手暗害，让他躲了10年，而今又来诬告。念你是太后的客人，我不杀你，莫要被我抓到把柄，否则皇城司的监牢便多了李门主的席位。轩辕霄这样的高手都被收买，师兄棋局布置的实在周密。看来想阻止师兄只剩一条路，明日宴席必要得到皇上信任。今日是答谢国师和李先生的家宴，大家不必拘礼，畅饮便是。陛下，大西江山风物贤美，人才济济啊！陛下更是得天之君，贫僧今天这第一杯，一定要敬陛下。哈哈哈哈！此乃是朕的福气，并不是朕的功劳。谢国师之誉了，敬陛下。贫僧这第2杯，要敬太后，敬太后3喜迎门。我跟昭陵并育，算得2喜，何来3喜？在半月之前，太后与贫僧曾经商讨过，要在宫中建造玄塔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只要陛下与太后同意，今日便可选址造塔。母后，您为何忽然要造玄塔？本宫呢，只是效仿100年前光庆帝的旧事，为皇家求些福泽。100年前，光庆帝在宫中造玄塔诞下皇子之事，宫中典籍未有记载，而玄塔也没有旧址，这多半只是传说而已。母后，您不必当真。既是传说，便可能是真的。皇帝虽人在壮年，但膝下只有昭陵一女，皇家无后乃是大患。本宫能不心急吗？好吧，就听母后的。宣，玄塔工匠进殿。
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此乃兰竹将士所绘玄塔之图，望陛下参详。确是中正和合的吉祥塔。汝等便是国师举荐的匠人吗？怎么朕看着有点面熟啊？启奏陛下，草民乃是万圣道的风幸，陇西饥荒之时，捐献过些许钱粮，有幸得到陛下的召见和赏赐。陛下，这几位便是草民受国师所托，从兰竹重金聘请的巧匠，想必定会让陛下和太后满意。哦，难怪如此面善，竟是我大西有功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在宫中选择一块闲置的地界造塔。看来单古刀的计划是这样：借修塔求子之名，好在宫中寻找母头。陛下，我看有些不妥吧？皇家宫苑自是皇威为大，这造玄塔，岂不是反客为主了？再说了，这玄塔若是建在这个城墙之外的话，那更为合适啊！天地广大，却为何要建在这个宫中呢？李先生说的也有道理。启禀陛下，若造普通玄塔也就罢了，但是我们造的玄塔要存流光舍利，故而必须要建在宫中。流光舍利，先帝是被盗走的流光舍利。正是，陛下。此宝物乃是我等从兰竹国花重金买下来的，知其重要，特来献给陛下。呈上来。这是什么宝贝？父皇如此高兴。此宝乃是先帝最看重的宝物。朕于宫中时，我大西10年风调雨顺，不染机翼。此宝物福运深厚，至于塔内修在宫中，朕会如先帝时一般，保佑大西，庇护百姓。先帝曾因此宝被盗，心痛不已。今日失而复得，乃是吉兆啊！好吧，朕允许你们在宫中随意走动选址，即刻建造好吉祥塔，将此宝镇于塔中。定不负陛下太后所托。这真是大大的好事。太后，这选址造塔乃是玄之又玄，若是杂人过多，容易扰了灵气。李神医是尊贵的客人，那么就请太后恩准，让他在宫外客居吧。陛下，草民识得一些玄术，与国师一起选址，岂不是恰到好处？草民或许不必出宫。李神医刚刚还在说不宜在宫中建塔，如今又这样说，我看你怕不是在戏耍陛下吧？戏耍自然是不敢，不过倒是真心想要帮忙。国师是外邦来客，都这么真心实意地为陛下着想，那作为大西子民，更应该尽心尽力了。李先生，你敢在陛下面前夸此海口，想必对于玄学的造诣是极其深厚的。不如这样，你便用玄学推算一下，我这锦囊之中有翠珠几颗，想必此种小道对于先生来说是信手拈来。你说算就算啊！当着我父皇的面发号施令，无礼！
无妨，算一算，倒是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不过呢，玄术通神，猜这个玉珠的话，岂不是太暴殄天物了？那不如猜一猜更大的事情，才更显真本领。在下斗胆，算一算陛下最近可有挂星之事？好，李先生，请起卦吧。我这起卦的方式有所不同，叫做折花卦。还请陛下随意摘一朵花。陛下所折之花，将开未开，是虚水之象。最近陛下忧虑之事，乃是与水有关。禹州大旱，陛下为此忧心多日，此乃天下人人皆知之事。李神医说这番话，就是市井行骗的话术。我只说了一个开头，并没有说结尾。请大家看，这个花苞内蕊已经成型，今日不多时便可绽放。恭喜陛下，忧心之事不日可解。报！陛下，禹州急报，昨日天降甘霖，旱情已解。李先生竟有如此之本事，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呐！好，今日起，李先生便与国师在宫内一道宣旨。遵旨。遵旨。遵旨。李门主，果然还是要继续留在宫中。杨大人是来劝我的吗？师父他老人家的想法，我不能左右，但我信李门主。只是师命难违，在下只能量力相助。多谢杨大人，已经很足够了。李门主，真的懂玄术？这当然是不懂了。那为何能算到宇宙降雨的事？这可是今日在快马加鞭送来的消息。只是我运气好而已。那日入宫前，我去买了个菜，恰好遇到一个菜农，跟我说山上的水气凝重，又起了北风，这水气便会飘到禹州去，而冬日此等天气，肯定是会下雨的。李门主如此人物，竟能诚心事己，在下佩服。什么人物不人物的，还不是一样，得吃菜喝粥。对了，杨大人，稍后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王公公。啊，国师，此地是何处啊？啊，不过是废了100年的一块荒地，我们继续走就是。等等，我看此地风水极佳，很有造玄塔的潜质啊。此地乃是宫中的兄弟，国师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此地只是荒芜了一些，但是气穴藏金纳玉。啊，这，国师，老奴所言句句属实。此地原是先康贤太后的居所，后常有宫人失踪，发现的时候就剩一团血肉，还有人看到什么？看到长着2个脑袋的怪物，就是传说中的双头凶兽逆天吼。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废了，夜巡的护卫都要避开此处，确是兄弟呀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贤者异象，极地也是如此。待到玄塔造成之时，便可改风换水，让此地变为宫中最吉祥的所在。
工部的四位，赶快在此地看，看看哪块土质适合造塔。是。国师啊，这走了一路也口渴了吧？来，喝口我带的水。哎呦！这位大人的遮天手很是不凡，不过你抢贫僧的法器是合理说啊。哦，杨大人呢，怕水污了国师的法器，所以替国师拿稳一些。哦，哎呀，李神医切莫自作聪明，别到时心急露了马脚，被赶出宫去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李神医，国师既是累了，也请神医去外宫住处休息，明日再入宫吧。外宫？李门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不是找紫藤吗？可那魔僧手上的转轮里什么都没有，咱们接下来要怎么找？那些紫藤早都已经死了呀。死了？方才你出手时，他马上护着妖精法灵。我猜，紫藤就是在那里，如今应该已经死了。你撒了这个？这是血盐。血盐如此珍贵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只是机缘巧合，故人相赠罢了。杨大人，你可有注意到这4个工部匠人？看起来胆子小些，应该没什么特异之处吧？没错，那4个工部匠人全程只听魔僧的命令。那处废云应该就是紫藤带着魔僧寻到的，说明这个母藤就在那附近。但魔僧一直想要4个工部匠人去找，大概也只是确定个方向，所以剩下的还得靠我们去找。你是说，那4个匠人知道母藤的所在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那4个匠人脸上都没有胡子？吃啊！来，喝一个，别光好，喝。那酒真不错，你看。啊，你谁啊？江湖郎中啊。江湖郎中。快点。哎，小兄弟，这工部的匠人都在这里吗？马上就动工干活了，可不是都出来喝个痛快吗？来。来。派人看牢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每日来催逼，可都这么久了，哪还记得清楚啊？我一进那废园子，我就想起咱们当年的。要不，咱们想办法逃跑。说话小心点。杨大人，李门主不可妄动，万圣道的人一直盯着这里。那4人的底细我查到了，果然如门主所料，10几年前他们都是宫中的太监，现如今居住在各地，是万圣道将他们找来，安插成工部匠人送入宫里的。那宫中的太监又为何被赶出去了？犯了偷盗之罪。偷了东西，不应该是被杀头了吗？怪就怪在这里，当年从他们身上搜出不少金银宝物，可他们却一口咬定是从荒草中一具尸体上捡到的。黄承思去查时，发现果然有具惨死的尸体，胸腹碎裂，四肢残缺，绝非人力所致，更像是虎豹豺狼杀人。可百寿园是在外宫，怎会放野兽到内宫来呢？尸体身边也果然有不少宝物，这4人说的便很是可信了。死的这个人也是宫中的太监？正是。这么推算的话，
我觉得这倒像是一起五人作案，分赃不均，杀了一个人。当年师傅却也这样怀疑过，可捡到的宝贝并非当朝的制式，而都出自100年之前。清点宫内财物时，也不曾发现有什么缺失。苦无证据之下，只能将这4人打出工具了事。这100年前的宝贝忽然就出现了，而且还出现在尸体旁边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那你可知道这宝贝具体的出处是在哪里？金银器皿无从查起，可有一尊碧玉佛像，却是100年前光庆帝收下的邻国贡品，传闻被供奉在极乐塔之中。极乐塔，我听太后说，这个极乐塔是光庆帝为了求子而建造的，但是陛下又说，根本就没有此事，而只是传闻。那他们口中这极乐塔到底是真是假？宫中老人口口相传，都说光庆帝当年苦无子嗣，后来有高人造了这极乐塔，很快嬴妃便怀了皇子，封为皇后。可不知为何，一夜之间，极乐塔凭空消失。凭空消失？对，就是一夜之间，他原来所在之处，连块瓦片都荡然无存。极乐塔，极乐塔不见了！极乐塔不见了！从此宫中大肆封口，不许再提此事，就成了不解之谜。传说是此塔成了天运，以天运换得皇子后，便被天庭收了回去。不过当年造塔可是在宫中人人皆知，也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。宫中记载确实没有。不过，我在当年伺候光庆帝的吴公公手记里，翻到了一张塔的草图。这个吴公公酷爱写诗，这张图就夹在里面，但不知是不是极乐塔了。你看，极乐塔，这母藤就藏在消失的极乐塔中。单孤刀为何要寻找这4个太监？那是因为这4个太监去过这个极乐塔。逃也逃不了，要不然我们说了吧？你不怕死了？他还能一直跟着我们不成？大人，有怪我，有怪我！什么怪我？你太后，他又出现了！别杀我！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们说什么？又是谁要杀你？几位说这个倪天吼又来了，那你们之前见过这个怪物？啊，我们之前的。住口！啊，单门主啊，你来的可真及时啊！师弟啊，你费尽心思套话，什么也套不出吧？你呀，总干些徒劳无功的事儿。哼。这件青绒是100年前皇家的款式，现如今已经不会再有人穿了。100年前，难道真是鬼灵来的？这款式是旧的，料子却是新的。这件衣服里面夹着一股腥臭的味道，
应当是兽血的味道。看来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啊！又是万圣道的人。我想不通的是，这万圣道找来这4个人，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极乐塔。那他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呢？单孤刀说我费尽心思的去套话，恐怕是认为这个血衣和凶兽是我所为。看来幕后有第3个人，他到底是谁？他又为何要做出此事呢？是李莲花。白日里他故意泼水，实则是用血焰冻死了紫藤。现在又弄了血衣，此人阴魂不散，极为难缠。要不就把他杀了，不行，别坏了大事。此刻杀不得，他在皇帝面前露了脸，现在要杀了他，等于打草惊蛇。他已经不是当年号令江湖的李相夷了，从哪里搞来这些价值连城的血盐呢？武藤没找到，紫藤却死了。那4个蠢货根本就不敢说当年的入口在哪儿。我们要怎么找极乐塔？明天用些手段，让他们说出口。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怎么着？还是看不出哪块最佳吗？那个，我们还得再看看，尚需再仔细查验一下。王公公啊，为了避免动土之时邪祟作乱，将这几个玄幡插在废宫8角，镇镇邪气。这再好不过，我们走。我能把你们几个抓到京城，早都摸清了你们的底细。你们要是从现在开始，多1天不说，每过1日，你们的亲眷我便杀1个。你饶了我们吧，真的有怪物，乱说会死人的。如果你说了的话，你就会死啊；要是不说的话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啊！啊，陆芳啊，你在老家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等着你呢。你想让她死吗？你想让她怎么死啊？斩首、河里溺死，还是被人分尸啊？你说呀！别杀我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饶了我！倪天吼专吃偷盗极乐塔宝物之人，你还想逃去哪？我是跟别人进的极乐塔，不是主犯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极乐塔在哪？李神医，这是怎么了？李神医，你不是病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哦，我呢给自己下了几副药，现在已经好了许多了。多谢国师为我告假。李神医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却这么爱给自己找麻烦，让你费心啊。这阵可真麻烦，总搞些几10年前成名的老家伙当对手，颠倒客户、杀犬和聂骨强，一个比一个难缠。下一个是谁啊？本少爷继续领教。相宜太监，这是李相宜师傅的佩剑。这是要对着李相宜的师傅。这最后一战，你永远也赢不了。
说不选李相夷，打不过齐国神，总会有新的传奇。说不定，你就是下一个新的传奇。相夷太监与扬州曼相辅而成，内息为剑法之国，剑法作内息之魂。李相夷的武功是他从小开始每日练功积累的感悟，所以心神合一，挥洒自如，才能打败他的师傅。那我的感悟呢？山谷刀呢？拿下他！你这是什么武功？新出炉的多愁公子剑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山谷刀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主人在后宫。他也去皇宫了，那里莲花。林门主，有劳了。没想到山谷岛武功竟然这么高，若不是今早他在宫中收敛了3分，只怕要被他追上了。如何？今日可有所得？这4人没有回来吗？他们没和你一起出宫吗？出宫时，匠人要随工部清点人名，所以他们被带走。看来山谷刀就是要隐藏这4个人。杨大人，工部在内宫中可有专属的驻地？内宫可是皇家禁地，哪有工部的驻地啊？哦，倒是有一处堆放杂物木料的膳仪房，可那也不是住人的地方啊。这几人是工部安插的，他必是藏在这个膳仪房当中。单谷刀现在应该是等不及了，他会想尽办法，不择手段地找到极乐塔的下落。我一定要抢先一步。来者何人？草民求见禁军长典秋。我便是典秋，你是？在下只能送先生进宫，但不能保先生在宫内随意走动。宫内暗哨极多，千万小心。放心，就算被抓了，我也是自己翻墙进来。多谢。
说了吧，那个早就应该说了。第一天认出那株桂花树时就说，没准我们现在都在回去的路上了。哎呀，就算说了，可那凶手能放过我们吗？可别忘了，当初咱们可亲眼看着血款被那怪兽撕成几块的。别提血款了，当年他醉酒误打误撞，发现了极乐塔，只因贪图里面的宝物，怂恿我们一块儿搬，我们才去的。哪知道才搬了几件，这一前一后出来的档口，就看到他被怪物咬死了。当时那个怪物后面就飘着一件青绒，还有个声音威胁我们说，不要泄露极乐塔的秘密。咱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口风，才一直平安无事。你们看，咱们刚到这，那怪兽就现身了。哎呀，还是别说了吧。当年的宝贝，大部分都被皇城司搜走了，我们每人只藏了几件带出来，多少年都不敢卖，这才只卖了1件，就被盯上，带到了这里。我怎么这么手欠呢？说吧，可那凶兽怎么办呢？凶兽他虽然可怕，但是他只杀我们。可是那万圣道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为了家人的平安，咱们就不要这个贱命。是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是有这么一株桂花树，距离入口几丈的样子。根据咱们前天和昨天看到的那些桂花树，入口大概就是在这儿。原来是把青柔记在土黑的风筝上，难怪这轻功如此奇怪。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告诉他们，别杀我的家人。我都说，极乐塔在。都知大人有令，私闯内宫者即刻正法。此贼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李门主，你这要我如何帮你啊？杨大人，不必为难，公事公办。夜闯内宫已然是重罪，你又何必挣扎？承认杀人还能免些罪责，走得痛快些。这大理寺的手段，比百春院的可差远了呀。大人，皇城司的杨云春大人又想探监了。薄云，此人是重犯，任何人不得探监。都退下吧。是。不承认便罢了，事到如今已经不重要了。蜀人嫌你太麻烦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给我上！住手！皇太后懿旨。李莲花夜闯内宫之事，疑点颇多，或有冤情，特命其协助百川院刑探方多病，即日起彻查此案，戴罪立功。
还不快退下！王家宝，谢了呀。叫你留在天梯山庄是想让你保命，结果还敢跑到皇宫来。我这一到京城，听说你出事了，急忙找昭灵公主，让来求太后。这好说歹说求得这道懿旨，你是真当自己有9条命吗？你也别这么激动啊。其实我来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正好呢也没有人打扰，还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。切，我懒得跟你计较，人没事就行。对了，我听说这单孤刀来京城了，他也是为了母藤吧？嗯，我呢，正好和他打过几个照面。宫里的侍卫问过杨迎春了，他觉得是单孤刀做局陷害你，可我觉得并非如此。单孤刀杀了自己带来的人，搞得宫中风声鹤唳的，对于找母藤有害无利，一定有一个藏在背后的第三者。他做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是阻止一切想要找到极乐塔的人。没错，和我推测的一样。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这李飞死之前，在桌上画了一个圆圈。我在牢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，但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这个圆圈代表着什么。什么？敬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极乐塔的入口很有可能在一个井的边上。可这么大一尊塔，如果真的还在宫中的话，不可能没人发现啊。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明白，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，这4个人被杀，单孤刀也失去了极乐塔的线索，而幕后行凶的第3人，既然阻止旁人去寻找极乐塔，想必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线索，所以，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寻找幕后的第3人。这爪印呢，确实是兽爪，并非伪造。这4人的尸身报告我看过，喉管被咬断，腹部被利爪扒开，的确是猛兽杀人。可是你看，这地上血迹好像不太对劲呢。这血迹都是围绕尸体揭开，并未抹开的痕迹，说明这4个人并没有一个人想逃。一共4个人，凶手一次只能杀1人。他们有逃的机会，为什么不逃呢？任由野兽袭凶。无毒。无毒，没有下毒，这解释不通吧？难道真的有什么逆天候，震得人动弹不得？难道这毒没有下在饭菜酒水里？当年啊，是有这么一处鬼话术，离入口记账的样子。根据前天、昨天咱们看到的这些鬼话术来看，那入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鱼土。应该是李飞他们4个人翻看过这个鱼图，毒就在上面。翻阅之后呢，中毒麻痹，失去了知觉，任人宰割。现在这鱼图不见了，肯定是凶手怕被追查到。这偌大一个皇宫，要找上鱼图可不好找。既然野兽袭凶是真，逆天吼是假，那顺着这个气味追踪不就可以了吗？气味？这狐狸精都好吃懒做了这么久，也该是他出场了。哎，去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
心！方小宝，你最近很有长进啊！自创的夜雨占青山怎么样？你最好别被狄飞升看到，我怕他会缠着你比武。没想到这双头凶兽倪天吼，竟是2只山猫困在一起的，才会如此凶残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么看来，现在也都明白了。洞里这么多山猫的尸骨，看来凶手暗地里装神弄鬼已有许多年了。这些年失踪的宫女太监们，肯定都是接近了极乐塔的入口，才被凶手灭口的。你想，他刚借山猫杀人，那么一时半刻肯定不会来这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需要想个办法，找出来他是谁。洞里那些动物的尸骨，是平日里喂给山猫吃的。这内宫森严，每隔几天就送一大批肉来，很难不引起人注意啊。这个假山就建在这个宫墙旁，洞里那扇小门可以通往外宫，所以他可以从外面投食。可即便是外围，那也是有专人看顾的呀。这出入的物资都是有记录的，他是运是偷，都很难得手。所以他可以从一群无法言说的对象嘴里偷食。我知道了，百寿园。没错。走。钱伯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方家小子，哎呦，许久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小子，你这大晚上来，不会是又想看老虎吧？啊？嗨，下次。我今天来是跟钱伯打听个事儿。钱伯，你这百寿园里喂养野兽的饲肉，可会常常丢失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钱伯放心，我们就是来抓贼的。哦，嗨，若说这丢饲肉啊，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几十年前入百寿园时，我只记得每日饲肉耗费半担，它也就足够了。可忽有一日，凭空多耗费了2斤。从那时开始啊，每日饲肉都会少些，逐月递增，一直增到10斤左右。就这么少了7、8年吧。嘿，它又变做了2斤，如此往复，甚是奇怪。就好像有人养起了野兽，从小养到7、8岁时，野兽生死再从头养起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初时我想要追查此事，旁人还叫我说太过于紧张，无非就是那帮家伙们的胃口啊，忽大忽小而已。这就对了，这小山猫偷运入宫方便，7、8年的时间把它养大，等它快死的时候再运2只进来。这小山猫，这百寿园可不养山猫啊！钱伯，我们说的是案子的事情。对了，钱伯，那这饲肉平时存放在何处？很容易被偷吗？哎，这就是我之所以疑惑为什么没有追查的原因了。这饲肉吧，平时都会锁在库房里，可这钥匙呢，除了我以外，工部还有备用的。你说这贼人要想长年累月的盗饲肉，他也办不到啊。哎，不好，快走！怎么回事啊？工部呢负责修建皇宫建筑，养山猫的假山地出自于工部之手。百寿园仓库的钥匙呢，工部留有备份。李飞4人是工部安插的，下毒的内宫女徒他们那里也有。所以一开始那4个人选址后并没有回到居所，而是去了善仪房。之前呢，我一直以为是单孤刀所为，但是看来并非如此，可能是我猜错了。是工部里有人怕泄露极乐塔的秘密，故意安排他们去善仪坊。
再让山猫杀人，能做到这些的，不仅要在工部任职多年，而且这级要跟着选址，才能随时布局。工部建造刘可河。如果他没有通知单孤刀，而是私自安排李飞他们去单宜坊的话，那单孤刀也会得知凶手就是刘可河啊。走。还是晚了。单孤刀失去李飞4人，再想找极乐岛，那他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刘可河，这下可难办了。这极乐塔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需要他拿命来守护？难道他也知道了叶火腾的事儿？如果他早知道的话，那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无界魔僧，所以他应该另有目的。现在这里被翻得一团乱，这也没有线索能找到啊。你想啊，刘可河宁愿选择自尽，都要守住极乐塔的秘密，想必自然是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的。极乐塔绝不可重现天日，否则必将天下大乱。李莲花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这李飞他们临死之前说，他们是看到桂花树，由此推算的入口。没错，看到桂花树才能回忆，说明入口处的景物跟10几年前大不一样。一个废宫有这么大的变化，这或许本身也是个线索。或许当年他们误入极乐塔后，刘可河利用直觉改造废宫，其实就是为了隐藏入口。喏，你看，这是10几年来工部在废宫附近的动土记录，动作还真不少啊。栽树53株，平土山8座，填井5口，修沟渠6条。根据昨天、前天咱们看到的那棵桂花树，入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果然是井。走，我们下去废园。李莲花，怎么了？哼，这挂在腰上的玉佩，也不应该这么重。代代在工部任职，职位也不高，怎么也会有生死运呢？又是跟谁结下此契的？问题的答案定在这个极乐塔中。果实，为何非要大半夜的入宫选址啊？前日刚发生命案，夜里总归是不安全的吧？我特意选到夜里来选址，因为月华最盛之时，这风水的走向也最为明显。今日怎么换了批新人？唉，这工部匠人遇害，我们缺人手啊。于是我便找了万圣道的人来帮忙。这件事拖了太久了，确实应该加快一些速度。我马上就让他们遍查此地。来，各位，太后口谕，请王公公带国师和所有匠人即刻前往明鸾园，有要事相商。所有人是。这假传太后口谕，方家宝啊，你有欠公主一个人情啊。这事关重大，希望可以拖他们一会儿吧。咱们赶紧找吧。去那边。
这边。奇怪，这来来回回都找了这么多遍了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藏了一座塔的样子。难不成我们找错方向了？又或者说，这是有什么障眼法我们没有发现呢？李莲花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再找不到人家魔僧可就回来了。这应该就在这个附近。这极乐塔是座塔，入口为什么会是一个井？说不定这塔已经不在了，可是宝物还在，所以他们进去的是井中的一个密室。你想啊，李飞他们之前进去过这个极乐塔，那就说明掉进了这口井就能找到这座塔。赵赤死之前那个动作，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样的线索？你的意思是，一进井就是极乐塔？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这极乐塔变成一口井不成？我想到了，极乐塔就是一口井。你看啊，井、塔。赵赤在死的时候，其实暗示着塔就是一口井。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太玄妙。我知道了，铁山崩。你也知道，奇门册里记载过一种血域矿山机关——铁山崩，将重于千钧的坠子高高吊起，机关忽然倒转，坠子由上飞速落下，砸入坑中，连带灰泥倾倒洞中，顷刻就能溶出一个小矿洞来。塔顶有重坠，塔身互相勾连。消失的那夜，有人倒转机关，让塔顶的坠子飞速落下，击穿地面夹层，连带着塔身翻转地下，塔就一夜之间变作山涧。这井口一定是被隐藏得很好，这刘可也没必要10几年前再去填井，应该是血块。这酒醉之后，误打误撞找到了入口。这就要看一个酒醉的人路过废园会在什么地方停留，才能找到极乐塔的入口。酒醉、月夜、桂花。若是在赏月或者歇脚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凉亭呢？等等，这是吴公公写的诗，他曾在光庆帝身边伺候着光庆帝。这么一个大忙人，居然还有时间和功夫赏月写诗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除非他的诗别有用意。续落寒云脚，3分坐花床。这宫中也没有叫寒云的地方，或许就是凉亭的名字。还有这句“飞雪化作雨”，雪在半空化成雨，说明落下的温度应该很高，莫非是温泉池？造铁山崩需要土质松软，自然是有水比较合适啊。刘可河的施工册子。7月8日，开寒云亭，填柳月池，建观石山。就是这儿，这凉亭底座还在呢。这个乱石怎么看都有好几百斤啊！方家宝，你行吗？李莲花，看我的！
龙旋，不动极乐。这井就是极乐塔，倒穴而成。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了。去那边看看。你快来看，这么多奇珍异宝，这里应该就是极乐塔的主殿了吧？当年学官他们发现这里，很难不起贪念。当年侮辱那些人，在极乐塔中也见过这些青龙，或许也是有人拿这种青龙带着金银财宝逃走了。一直在附近看守的刘可和发现他们误入，派出山猫将薛欢咬死，他们被吓出了心病，以至于后来刘可和只用一件仿制的青龙挂在了白玉书院，就把他们吓得半死。刘可和为了守住这里的奇珍异宝，当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这塔若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100年前封存这座塔的人，早就应该把这些金银财宝给带走了。算了，别追究了，还是赶紧找到业火藤母藤要紧。王小宝，罗摩顶，不是同一个，形制却一模一样。这尊应该是100年前跟极乐塔一起封存在此处的。你看，这顶是破的，但母藤可在里边啊。喏，你看这具男尸，眉心当中有个洞啊。还真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业火藤呢，吸食血肉，尤其是人的头髓。你想，这顶都已经破了，那么母藤苏醒之后，便要寻血吃肉，所以母藤就在这个人的头髓中。不见魔桑，多谢你们的帮助，武藤我拿走了，你就在这极乐塔中往生极乐吧。哼！糟了，母藤被抢了。哎，等等，在顶里呢。啊？刚刚我见门外光影交错，所以故意只说了一半。母藤爬出来，吸了这男尸已经几十年了。没得可吃之后，这个母藤便会回巢休眠。罗摩顶就是他的巢，你打开看看。还真在里边。此事怕瞒不了太久，山谷道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母藤。李莲花，待会儿应该是一番苦战，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。苦战多少？现在东西都已经到手了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机会逃走呀。本少有这么多机关没用的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啊？行啊，臭小子！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李莲花耍我们！相宜，这次就算你把母藤吞下去，我也要剖开你的肚皮拿到手。李莲花，我刚刚在布置机关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通往上方的密道，咱们可以走了。干什么呢？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我知道极乐塔为什么会一夜消失了。为什么？这墙壁上
刻的这些字和壁画，就是为了掩盖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塔里最大的秘密不是这些珍宝，而是床上的这个男人，这具尸体，就是死去很久的男印术士风阿卢。会撒供夜火藤的风阿卢，难怪夜火藤会在这儿。100年前，光庆帝西下空虚，要见极乐塔改风水求子。风阿卢借新土木之势，扮作工匠入宫，就是想用罗摩底中的木藤暗害光庆帝。可本该入宫行刺的他，却撞见了当时的银妃，为他的绝世容貌所倾折，自以为是天定的情缘。为了银妃，术士忘记了自己的任务，甘心做一个被藏起来的男宠，每日所期待的只是见银妃一面。术士被藏在极乐塔中，常常与银妃私会。不久后，银妃终于怀上了孩子。术士以为银妃产子后会带着孩子与他远走高飞。银妃10月怀胎，术士跟着10月计划。可在银妃顺利产子的同时，术士却与极乐塔一起追逐弟弟，再也不见天日。整座极乐塔都是银妃的计谋。光庆帝呢，无法生育，银妃想要得到一个子嗣，策划了整件事情，无非就是要等他当上帝后，掌握实权，他就删光了这个极乐塔所有有关记录。这个风阿卢术士随着极乐塔深埋在地底之下，因此他满腔愤怒，画了这些，最后在这里活活等死。可如果光庆帝的儿子便是这南印术士之子，那大西自光庆帝之后，皇家就已经断了血脉了。此事若传出去，天下必定大乱了。所以这个极乐塔必须永远是个秘密。怪不得这个刘可和宁可杀人自尽，也不让这个秘密被任何人发现。银妃与刘家结生死约，保刘家世代为官，所以他们就密谋建造了这个极乐塔。塔里不仅有铁山崩，还有密室。设计之初便想好了，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密道，是风阿卢和银妃私会的密道，对吧？不好，人来了，跟我走。走。让他们跑了，李相夷。没事儿，他们跑不掉。这条密道应该通往皇宫内部的什么地方，在皇宫大院里面大张旗鼓的搜索，我还做不到。接下来只能靠你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怕是人报告了红尘寺，故意来堵我们的。没错，你说对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陛下小心，他手中的鼎乃是下毒所用，待贫僧把他拿下。国师不必操劳，政务当由皇承司保管。陛下，李莲花方多变，国师说你们在后宫挖密道，想要谋反的时候，朕还不相信，原来竟然是真的。陛下，
这密道不是我们挖的，我们也没想谋反。那你们告诉朕，不去查前日的命案，在这后宫挖密道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陛下，臣看这密道入口应有几十年之久了，想来并非他们所挖，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。这密道已经有100年之久。这密道通往何处？哼，看你们吞吞吐吐，难道说不出口吗？通往极乐塔。真有极乐塔？方东兵，你乃是方泽氏之子，从小便在宫中行走，你知道欺君是何等罪名？你告诉朕，真有极乐塔吗？是。那极乐塔里有什么？有很多财宝。很多财宝，你们一样不拿。我们并非盗贼。那偏偏拿着怪鼎，说这怪鼎有什么来头？先暂时将他们压在这里。轩辕霄，你跟朕进去看一看。如果真有极乐塔，他们所说的话，我可以相信一二；倘若没有，休怪朕无情。陛下，这密道不能进。让开。陛下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为何不直接对陛下说叶火腾的事？说了叶火腾的事儿，就得说100年前极乐塔的事儿，这不可说啊。这就算不说，陛下自己也看到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皇太后出宫去烧香还愿，被人掳走了。臣失职，这便去接太后回来。走。是不是你们？这种时候说不清就跑。这密道，还有极乐塔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你们的戏。给我拿下！准备撤。先生，先生！追！我们兄弟3人来到中原，没有对手。今日就向大内第一高手领教领教。你。臣救驾来迟，太后恕罪。你们果然有谋反之心。现在知道了也不晚。轩辕大人，这掌重了点儿，失礼了。擦亮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吧。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分，能够看到这样的盛世。这武藤果然了得，仅仅是几声鸣叫，便叫我等险些失了神。
天下最终是属于我单孤刀的。方德兵，公主，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。走。